大家好，我是他山之石，今天要跟大家聊国民党的初选结果。2023年5月17日，国民党公布了总统候选人初选结果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成功脱颖而出，确定由侯代表国民党角逐2024的总统大位。这次初选被称为郭侯之争，两位候选人郭台铭和侯友宜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初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与4年前的初选不同，郭台铭这次全力以赴，积极争取支持，不但参与各地造势活动，开设座谈会，经营社群媒体。此外，他还前往云林与韩国瑜和解，可以说他尽力了。郭台铭的民调持续上升，累积了一定的支持度。然而，最终他未获得提名，这让支持郭台铭的人感到失望，并对国民党高层感到不谅解。当然，郭台铭有一些自己的缺点，例如口才不佳，爱说大话，给人一种惯老板的形象。然而，这些缺点在政治人物中并不罕见。而且这次初选中，郭台铭展现出一些改变的地方，譬如更贴近民众，展现诚意，甚至称自己为阿明。这些改变让很多郭粉感受到他的努力。另外一边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是备受关注。初选过程中，国民党内部有关内定的传闻不断，这引起了人们对国民党的质疑，甚至怀疑背后有黑箱操作的痕迹。此外，侯友宜此前似乎曾协调国民党立委初选，劝退了游淑慧，造成一些争议。有事后虽然有出来解释，但仍在江湖身不由己。懂的都懂，侯友宜连任新北市长后，声势一度达到高峰。他的政治经验和在新北市的施政成果，可能成为他的竞选优势，但这也会是他的劣势。毕竟连任不到1年，马上就要转战总统选举，这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合法性的质疑，认为他刚连任市长就急着选总统，有些不合情理，有吃碗内看碗外的嫌疑，甚至令人联想到了韩国瑜。另外，侯友宜有一些缺点，例如爱打模糊仗，讲话凭跳针，对重大议题不太表态等等，这些缺点可能成为民进党主要的攻击重点，特别是绕跑市长这一点，肯定会被民进党打好打满。相信选举前，吃瓜群众们有一场好戏能看了。其实，在公布初选结果之前，许多人已经嗅到就是侯的味道了。在政论节目上，许多国民党党员对侯友宜纷纷表达好感，对郭台铭则语带保留，根本已经是司马昭之心，人尽皆知了吗？现在看起来，整个初选过程让人感觉像是黑箱操作，让人不禁回想起4年前的总统初选。只能说，老 K 还是那个老 K， 总能一手好牌玩到输。当然，这也是老 K 的传统异能，刻在 DNA 里的记忆了，只能说毫不意外。尽管国民党事后公布了内部民调结果并不是内定的说法，但由于之前国民党的游戏规则不透明，且高层态度暧昧，这只会进一步加深民众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感。许多支持郭台铭的人也对此感到愤慨不平。目前，3大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大致已经确定，国民党将由侯友宜，民众党由柯文哲，民进党则由赖清德代表参选。根据现阶段的民调，赖清德仍然保持领先地位，约3成多的支持率，而柯文哲和侯友宜的支持率则在2成5左右。目前侯友宜刚宣布参选，预计在接下来的民调中会有一段时间的上升趋势。在选举前，3位候选人的表现都将对数字产生影响，因为选举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2024的选举结果如何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是他山之石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关注，谢谢您的收看。